要知道，化仙境到散仙境，那可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，无数修士穷其一生都无法跨越。可陈平却做到了，而且是以如此干脆利落的方式。这怎么可能？牛虻喃喃自语道，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。他用力掐了一下自己的手臂，剧痛让他清醒过来，眼前的这一幕却是真实发生的。他心中对陈平充满了敬畏和好奇，这个年轻人身上究竟隐藏着多少秘密？陈平走到风仙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眼中没有丝毫怜悯。风仙挣扎着坐起身来，看着陈平，眼中满是疑惑和震惊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怎么可能以化仙境的实力战胜我？陈平冷笑一声，没有说话，而是缓缓释放出自己体内的血脉之力。刹那间，一道耀眼的金光从他身上爆发出来，一条金色的巨龙虚影在他身后若隐若现，龙吟声震彻整个炼狱场。那股高贵而强大的气息，让风仙和牛虻都感到一阵心悸。金龙血脉。风仙瞪大了眼睛，声音颤抖地说道，眼中满是难以置信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眼前这个年轻人竟然拥有金龙血脉。要知道，金龙一脉可是兽族中最高贵的存在，他们拥有着强大的力量和神秘的天赋神通，是兽族中的王者。在兽族的传说中，金龙一脉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只留下一些古老的记载和传说。风仙曾经以为金龙一脉只是神话中的存在，根本不可能出现在现实中。可如今，当他亲眼看到陈平释放出金龙血脉的力量时，他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。你怎么会拥有金龙血脉？这不可能，金龙一脉早已灭绝，你究竟是从哪里来的？风仙激动地问道，他想要弄清楚陈平的身份。陈平看着风仙，淡淡地说道，我拥有金龙血脉，这是天意。至于我从哪里来，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今日要在这炼狱场中证明自己的实力。风仙沉默了，他看着陈平，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，有震惊，有敬佩，也有一丝嫉妒。他没想到自己在这炼狱场中待了数百年，本以为已经无敌于天下，可今天却被一个拥有金龙血脉的化仙境小修士打败。他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极大的挑战，但同时他也对陈平产生了一丝敬佩。毕竟能够拥有金龙血脉，并且以化仙境的实力战胜他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。罢了，今日我败在你手中，心服口服。风仙长叹一声，说道，你拥有金龙血脉，日后成就必定不可限量，希望你能够善用这股力量，不要为祸世间。陈平点了点头，说道，你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这炼狱场中还有许多未知的危险，我不想与你为敌。今日之事就此作罢。风仙看着陈平，眼中闪过一丝赞赏。他站起身来，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说道，好，今日我便与你化干戈为玉帛。不过这炼狱场中危险重重，你若想继续前行，还需小心谨慎。说完之后，风仙沉默片刻，随后继续道，这里的恶魂和魔尸几乎被你屠杀殆尽，我还知道有个地方阴煞之气更浓，你可敢去？有何不敢？前面带路，陈平知道。这风仙既然出现在这炼狱场，那就对炼狱场内的情况比自己熟悉得多。风仙点了点头，跟我来吧。说完，风仙带着陈平离去。陈平并不担心，现在他已经化仙境9品，就算是遇到散仙境强者，也根本不怂。这风仙就是散仙境强者。虽然陈平看不出这风仙具体是散仙境几品修士，但还是败在自己手下了。更何况陈平手里还有火麒麟和吞天兽这2个家伙，识海中还有赤云魔君。若是实在不行，这些可都算是陈平的帮手。到时候吞天兽出来，就够这些人尿一壶了。若是自己再让赤云魔君附身，怕是在这天界一重天，根本就没有对手了。而在炼狱场外，城主牛虻看着铜镜中陈平那挺拔的身影，心中充满了期待。
他知道这个拥有金龙血脉的年轻人将会给犀牛城，甚至整个兽族带来巨大的变化。他决定等陈平从炼狱场中出来后，一定要好好结交他，看看能否借助他的力量，让犀牛城变得更加强大。此时的陈平跟着那风仙，一直想着炼狱场深处行走。越是向着深处走去，天地间的那种恐怖阴森的气息越是浓郁。只不过一路上却没有碰到恶魂或者魔尸，只是四周的那些煞气确实浓郁了不少。只是陈平并没有吸收这天地煞气再浓郁，也不如杀死魔尸，从那魔尸体内吸收的煞气来的迅速。陈平这是典型的吃过细粮之后再也不想吃粗糠了。两个人又走了一段距离，陈平竟然发现前面出现了大片的血红色，就连天地都是血红色的，这让陈平的眉头不由得皱了起来。同时陈平体内竟然涌动着一股躁动的气息。风仙看着前面那一片区域，眼神中满是感慨道：前面埋葬了数不清的尸骨，有着无数的恶魂。在那一片区域有个特殊的禁制，使得那一片区域跟其他地方不同。同时那一片地方的恶魂也是没办法逃离，只能待在那一片区域。你进去过？陈平问道。风仙点了点头，随后又摇了摇头，这让陈平有些摸不着头脑了。你进去过就是进去过，没有就是没有，你到底进去没进去过呢？陈平有些不耐烦地问道。风仙苦笑一声道：我的肉身穿透不了那片禁制，最后只能神识进入，幸好我只是刚刚进入就跑了出来，若不然我也要困在里面成为恶魂，现在的我就成了行尸走肉了。你在这炼狱场多少年了？陈平问道。记不清了，应该是好多年了吧。风仙思考片刻说道。那你知道这炼狱场到底是怎么来的吗？我发现这里死去的都是魔族，而现在这里却是兽族的地盘。陈平很是好奇地问道。其实这里原本是魔族的地狱，只不过当年两大城池的魔族互相残杀，最后纷纷陨落在此。听说最后从三重天来了一位散仙巅峰的魔修，化解了纷争，然后封印了这战斗的地方。后来经过时间的流逝，慢慢吞并迁徙，这个地方成了兽族的地狱了。发现这处炼狱场给整个犀牛城可是带来了不少的收益，很多其他城池的兽族修士也都会花重金前来试炼。这里虽是天界，可是资源分配也是极其不公的，而且天界三重天内的修士哪怕修炼到了散仙境，也根本让人瞧不起，也没有人承认你是仙人的。我把自己困在这炼狱场这么多年，就是希望有朝一日冲出这天界三重天，成为一名堂堂正正的仙人。风仙说着，眼神中不由自主地望向了天空之中。前辈，那你现在已经达到了散仙境极品境界了？陈平问道。陈平自己也想知道，如今自己化仙境9品的实力，到底能够对付散仙境极品，心里也好有个数，别到时候遇到强者，自己心里没数，装逼再吃了亏。我现在已经达到了散仙境2品巅峰，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达到3品。等我突破散仙境3品，就可以去2重天了。风仙说道。啊，你才散仙境2品巅峰？陈平感觉有些失落。风仙一愣，有些生气地看着陈平道：你懂什么？达到散仙境，虽然天界众仙不承认，但也算是仙人了。以后每一步修炼，那都是极其艰难的。你以为如同在下界修炼一般吗？有些修士从散仙境1品达到2品，需要上千年，甚至更久的。陈平见风仙如此激动，赶忙道歉：前辈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到过散仙境，所以也不了解。等你到了散仙境，你就知道了，不管是资源的消耗，还是修炼的难度，那可都是成倍增加的。风仙见陈平道歉，心里舒服多了。前辈，我再问问你，这天界1重天内有没有散仙境3品以上的修士？陈平问道。不能说没有，但是极其稀少，达到散仙境3品以上，就直接去2重天了。2重天的资源环境可比1重天好多了。
不过也有留在一重天的，那些应该是新友。牵绊之人，不过二重天的人可以随时回到一重天，所以你这个问题我也不好回答。风仙给陈平解释着。陈平一听，顿时有失落，他还以为一重天只有散仙境3品修士，实力再高就去了二重天呢。若是那样的话，他现在的实力怕是可以横扫一重天了。刚刚跟着风仙打架，陈平觉得自己还有余力，跟着散仙境3品斗一斗也不是不可能。更何况陈平还有很多后手没用呢，吞天兽和火麒麟，还有赤云魔君，再加上自己的各种神兵，遇到散仙境3品修士，陈平也丝毫不惧。你也不用气馁，现在你才化仙境修为，竟然可以打败我，这在整个一重天内都未必有如此天赋之人。还有你这金龙血脉，多少人都羡慕不来的。你的血脉可比兽族中那些阿猫阿狗强100倍。风仙看着陈平那样子，还以为气馁自己境界太低呢，所以劝说着：前辈，那你前身是兽族中的什么动物呀？陈平问道。风仙愣了一下，随后继续道：我都化形好多年了，早就忘了前身。陈平一听，心中暗笑，估计这风仙前身也不是什么名贵动物，还说别人阿猫阿狗。你还是快去吸收那煞气吧，我在这里给你护法。风仙说道。前辈，你不去吗？陈平好奇道。这风仙把自己带来，他却不进去，这有点不对劲啊。